大家好，我是陈香云。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从实际上面的人体复印出原型出来，以方便我们做平面打板的时候的一个依据。在过程中呢，我们分做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在人体上面呢做各个部位的一个定位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的量身，量出各个部位的一个尺寸。第3个步骤呢，进行到呢，我们用胚布在人体上面把它覆模出来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尺寸上面的一个校正。接下来就是第4个步骤。第4个步骤呢，我们把胚布撤下来以后呢，放在平面上面，把它复印在纸板上，然后呢，就得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圆形板。得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同时呢，也在各个部位呢，把它的一个松分呢一起合计下来，这样子我们在使用原型的时候呢，就更有一个依据。现在我们进行第1个步骤，人体部位的一个定位。那我们先呢，从身体的一个维度开始，从颈围、胸围、腰围跟臀围。那我们先从呢我们的一个颈围开始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呢我们的颈圈的一个定位方式。一个呢是我们的前颈点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凹陷的位置上面，这是我们的前颈点位置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侧颈点。侧颈点的位置呢，来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出现的图片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到呢我们的肩点。肩点呢，也请你们看我们的图片的位置定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后颈点。后颈线的定位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后面的颈椎骨那个位置上面。好，从这样子定位下来的。后颈点呢，我们用一条项链或者是一个铅锤，把它挂到胸前，它就会很自然的垂下一条线出来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做接领线，就是有领子的或者是外套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后颈点的位置。那在下围的这一条呢，是我们一般在做无领的时候呢，我们所用到的这一条后颈线。现在这个是我们在做胸围的一个定位。那基本上面呢，跟 BP 点呢保持一个水平，好，记得一定要水平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是橡胶的一个人台，所以它比较滑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不要让它下滑的位置上面呢，我们先用珠针把它固定住。那在我们的人台，在我们的人体上面呢，因为它会比较涩，所以呢，它只要你松紧带过去扎起来呢，它就不会往下滑。这个是让各位呢特别注意到的一点，就是我们的胸围线这个呢，一定保持呢是一个水平线。是这样做定位。现在我们来做我们的腰围定位。首先呢，腰围的定位呢，一般呢，它基本上面不是躯干的最小的部位。那因为躯干最小的部位，除非是从年轻的时候有穿塑腰或什么很刻意的把腰勒出来，否则呢，在以现在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上面呢，比较难，它是腰围刚好是躯干的最小的部位。那在侧颈点的部位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抓呢？就是我们的虎口，用我们的虎口叉腰，叉腰，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身上侧看。所以呢，掐着过来以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它就会是我们的一个侧腰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松紧带绕过来，把它绑在这个位置上面。那我们的一个
腰的一个后中心点呢，它会因为呢我们两侧的侧腰点已经固定了，然后我们的一个后背它有一个凹陷的部位，它会很自然的就弧下去。那因为这一道线弧过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的前腰点就很自然的弧顺过来。那依照这样子的体型出来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这个体型的一个腰围呢，它就会呈现呢，后片它是稍微下倾，前面是稍微上提的一个腰围的一个弧度。在圆形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，它一定是必须以臀部最高点呢呈水平拉到前方来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拉水平呢？尤其为什么一定是臀围线为基准呢？因为臀围线呢，在人体上面呢，我们以前中心来看，它经过的 BP 点，经过的肚子这个位置，到臀围线。那以后背呢，后背的这个位置呢，经过了我们的肩胛骨，凹陷下来以后呢，再经过我们的臀部，所以呢，这里面不管它是凹的或者是凸的尺寸呢，都影响很大。所以基本上面在做圆形的时候呢，臀部以上必须是前片跟后片取得一个平衡，在我们的斜边线呢衔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圆形呢，在臀部一定摆水平，那往上呢才有办法做到两个的一个平衡点，不会产生因为前凸后翘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凸点或是肩斜的问题呢，产生衣服上面的一个斜纹。所以我们的臀围线它一定是要水平的。我们完成了我们的4个纬度的一个定位以后，还有一道线也很重要，那就是我们的后翼点的腋下水平线。那这一条线呢，它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它是我们的医生片。医生片我们在用梭织面料的时候呢，它是我们的一个袖圈的一个最高点。决定我们医生片的一个袖下最高点呢，可以到哪个地方？那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们用我们的松紧带，先在前面把它固定好，那我们再来调整我们的后背。它呢就卡到后翼点的位置，紧卡着2个后翼点，它就会形成这一道呢，我们的后翼点水平线。我们来定位前中心、斜边线还有后中心的一个直线位置。首先锁骨的中心点垂直下来，这个是前中心的定位。接着呢是我们的斜边线，斜边线呢在我们定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选取呢我们的腋下点垂直下来。那一般呢我的做法呢，我会腋下点呢再往前1公分来做我的斜边线的定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在以前后片来分的话呢，因为后片呢它这个位置的一个肌群比较发达，所以呢我们用稍微多一点点的面积来做后片的分量的话，在操作时候版型操作的时候呢会比较好操作。所以呢我们就是从翼点前1公分垂直下来，
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斜边线的一个定位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后中心，也是从后颈点就直接垂直下来。好，我想这个也是比较没有疑虑的。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前中心、斜边线还有后中心的一个直线距离的定位。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人体的部位定位以后呢，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量身。量身的时候呢，我先从几个纬度开始。我先从颈圈，就是我们的前颈点，经过我们的侧颈点到我们的后颈点，好，绕过来这样子一圈 ，hold 住，啊，那这样子得到呢我们的一个颈围的尺寸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胸围。那我们的胸围这个尺寸呢，好，我有时候我们在量身的时候避免客户尴尬，所以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手，会放在我们的客户的2个 BP 点中间，这样子扣住，那绕到后面来，手就在 BP 点之间，这样子呢得到了我们的量我们胸围的这样子一个尺寸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量我们的腰围的尺寸，顺一下，扣过来，把我们的手指呢放在我们的皮尺内侧，得到这样子一个尺寸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进行我们的臀围，臀围弄到臀部的最高点，滑到前面来，这样子就得到我们的臀围的尺寸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量整个长度。那在长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先量我们的前身长。前身长呢是从侧颈点，从侧颈点这个侧颈点，经过呢 BP 点，到腰的部分，这一段呢是我们的前身长，然后呢在得到我们前身长以后呢，顺着这样子过来呢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前腰长，量下来，这是我们的前腰长的尺寸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胸宽，胸宽2个翼点中间，我们量出我们的胸宽线，再来就是我们的 BP 点。那 BP 点呢，我们不要用归零的方式去量它，我们从这边10的位置，量到这个位置上面，那得出整个我们的 BP 点的宽。BP 宽量好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BP 点的长度。那这样子我们的 BP 点的宽长都出来了，前长也出来了，前腰长也出来了，那我们的前胸宽也出来了，这是我们在前片上面我们所需要的尺寸。接着呢，我们来量我们的后片的尺寸。首先呢，我们先量我们的后中长。后中长呢，我们从后颈点的这个位置贴量到后腰，这个是我们的后背长。那从这个位置呢，以后呢，再顺着呢量的我们的后腰长，记得要经过臀桥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量完了我们的后背的长度跟后腰长以后呢，有一个是我们的后总长。这个长度呢，一定要把它量出来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，像刚刚我们在量我们的2段后背长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是一个曲度呢的长度呢，跟我们的后总长这样子一个长度呢，它会有很大的一个误差在。那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两种长度的用法呢，我们用到后总长的时候，通常来讲，我们是做直筒的衬衫。直筒的连衣裙跟我们的比较宽松的这个外套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会用到的一个参考尺寸，
好，那量完了这个长度以后呢，还有一个长度呢是重要的哈，一个呢是我们的上背长哦，就是从我们的后颈点哦到刚刚我们的后腋下水平线，好，这个是一个长度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是从我们的侧颈点的位置，呢，顺量下来哦，一样到我们的两侧的腋下水平线这个位置上面。然后我们得到的这两段的这个长度呢，其实它的误差呢，就是决定是我们后领深度的所需要的一个参考尺寸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再来量我们的背宽线。那背宽线基本上面我们的量法呢，就是我们的刚刚的两个后腋点决定下来的腋下水平线，上去2.5公分的地方，在1寸的位置上面呢，把它顺量过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背宽，我们的背宽尺寸。好，那基本上面这是我们整个呢后片的量身方式。好，那后面的量身的部位结束以后呢，那就是我们的肩宽，这是我们的侧颈点到我们的肩膀的这个肩点呢，这是我们的小肩宽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基本上面我们所需要的尺寸。